头，吃饭了，快吃快吃，吃完我就要下山了。你又想干什么呀？我要去参加厨神争霸赛，夺冠拿奖金。林瑶瑶，你不许下山。哦。臭老头，每天就想奴役我，你不让我下山，我偏要下山。狰狞借气，以冲其身，无辜为器，无菜为充。哎，这丫头真留不住了。长安，如果你还是要请我下山的话，就不用再白费力气了。文道大师，您是大夏第一任厨神，只要您愿意出手助力临江仙餐厅10亿报酬，我顾长安双手奉上。长安，并非我不愿意帮你，只是我有心无力啊。不过，如果你能过外孙女周全，我可以让她下山试试。大师，您不愿意出山，也别糊弄人呀。这是我外孙女煮的菜，你尝尝。敢问，你外孙女在哪？哎，臭丫头，这人呢？这就是大城市呀！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，你先回去吧。小心！哎，顾总小心！离开！我臭流氓！你怎么打人呢？真犊子，敢吃我动！别打！有话好说。顾总，你没事吧？真是晦气！抱歉，小姐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刚才是我的无心之失，你放心，你救了我，我顾长安向来是有恩必报的。你有恩必报？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。你是销售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们顾总可是在全国坐拥顶尖餐厅以及各大产业的企业家，怎么可能是销售？顶尖餐厅？你干嘛？想傍上顾总啊？那我确实是有点需求。抱歉，小姐，那方面不行，请你自重。强扭的瓜不甜。我做过强扭的瓜，可甜了。你，我想去你们餐厅当掌勺，可以吗？当掌勺？当掌勺？我做菜可厉害了，你露一手。不用。你救了我，想当厨师，我可以随时安排你去。只是什么？你们工资该不会只有一点点吧？1个月10万。10万？什么时候上班呀？随时。走呀，快带我去入职，没时间解释了，每1分1秒都是钱呢！快来快来！顾总，我们真的要带他回去吗？带他回去吧，毕竟他刚刚救过一命。你们今天都给我操点心，听到没有？哇，也太豪华了吧！这就是顶尖餐厅吗？顾总好。顾总好。刘主厨。顾总，厨师长请假了。这么重要的时候居然请假了。算了，今天的品鉴会就由你来安排。是。对了，把他安排进后厨。
厨师长不在，我就是这里管事儿的。你就先干这个吧。可我是来当掌勺的。当掌勺的？就你也配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临江仙餐厅的师傅们都是高薪聘请来干了几十年的5星级老厨。你一没经验，二没能力，我看你当水台都费劲。你怎么就确定我不行？一个乳臭未干的臭丫头，你以为当水台容易吗？你懂得肉禽构造吗？又或者，你知道如何用巧劲儿吗？一个小小的水台工作，被你吹得天花乱坠的。你们5星级厨师就这水平啊？啊你！好了，这道功每个神仙肯定练不出来啊！这小姑娘可以，这不愧是顾总举荐的。怎么样？现在知道我什么水平了吧？一个小小的水台而已，宰杀的再怎么好，又跟掌勺的比，还是一个天。我看你还是再练个几十年。神父说不好了，莱恩先生他提前到了。什么？顾总，临江仙霸榜江南厨界多年，这次我也终于有机会要尝尝了。只是你是知道我的脾性，若是不好吃，我可不会嘴下留情啊。莱恩先生，我们要是没有这个信心，也不会请您来做品鉴了。莱恩先生，这些都是我们临江仙的招牌菜，您尝尝。顾总，你们好歹也是厨艺世家传承，怎么连盐的分量都把持不住呢？什么？盐？这些菜里根本就没有盐，这最基础的错误你们会犯吗？都没有盐，你没放盐，你没放盐，怎么会都没有盐味啊？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顾总，我看这次品鉴选拔，你们临江仙就算了吧。以你们现在的水平，不如趁早换行。怎么回事？李瑶瑶，是不是你？我又不是掌勺，关我什么事呀？顾长安，何必为难个小姑娘？二叔，没有实力又错名江仙，配位让贤吧。刘师傅，你怎么在那儿？我的好侄子，没想到还活着，我以为你死了呢。原来那辆车是你安排的。哎，空口无凭啊！你可不要乱说啊，否则我告你诽谤。刘3万，你怎么跟他们一起出来的？刘3万，你身为厨师长，竟然在这种关键时候临阵脱逃，你还有良心吗你？刘3万，咱们这些厨子共事这么多年，我们还举荐你做我们的厨师长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什么对得起对不起？老赵，良心能当饭吃吗？我呸！刘3万啊！我告诉你，就算这天要塌下来，我李牛也不会像你一样背弃记忆。所以啊，你们都只能在我手底下当个厨子，永远爬不上来。你俗话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要怪就怪你们临江仙没有给到位，人家要走啊，有问题吗？二叔，临江仙是爷爷临终前唯一的念想，让临江仙因为这个事情退出顶尖餐厅的行列，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是让他知道，他把临江仙传给你，那是他做出的最蠢的决定。
莱恩先生，顾长安没有的能力，我有。今天我带来了几位顶级的厨师，定能做出让您满意的菜。你欺人太甚！这次品鉴会，只要能做出让我满意的美食，我可以让你们以临江仙的名义参加厨神争霸赛，这样也不会损害临江仙的名声。怎么样，莱恩先生，这次菜品是因为有人动了手脚，不是我们临江仙的真实水平。既然是这样，别说我不给机会，你们就比一比，自然高下立判。我没有问题啊，不过既然要比，顾长安，你要是输了，你就自动的退位让贤，如何呀？不错，不能比啊！这顾神明显是有备而来，就等咱们中招。怎么？啊？好，如果你要是输了，需要赔偿临江仙1个亿的损失费。一言为定。顾总，这无论如何也得比一比，临江仙不能失去参加厨神争霸赛的机会。既是如此，今天我也在场，2人当场立约，到时候可不能反悔啊！顾禅是不是傻呀？这有什么好比的？哎呀，这我们顾总最在意的事情，那就是顾老爷去世之前重振临江仙的遗愿。这现在咱们临江仙的口碑越来越差，如果这次得不到莱恩的支持，参加不了厨神争霸赛，咱们临江仙也就没什么好日子。对面那些人很厉害吗？哎呀，厉害！尤其是那个刘3万，他的厨艺、刀工、烹饪以及火候，这无疑不是江省1等1的存在。这要不然能当咱们这儿的厨师长吗？而且我们这里吧，也只有沈副厨的厨艺能和他拼上一拼。但这沈副厨的厨艺，他也是流入出教的，这徒弟的厨艺怎么能跟师傅相比，对不对？既然是比试，单做菜品太枯燥了。依我看，第1轮就雕工。雕工？对，冬瓜为菜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谁雕得更精美，便可胜。没问题。3万，你可不能对你的钱老板手下留情啊！郭老板，您放心，我只需1分力，就能击溃这群臭鱼烂虾。顾总，这个刘3万是江南雕工第1人，我们没人能对得上他。顾总，让我去吧。刘3万的雕工有目共睹，论雕工，临江仙根本无人能及。我做菜可厉害了，让你说。顾总，刘瑶瑶，你不是想当临江仙的主厨吗？你上，你去比，赢了我就让你当我临江仙的主厨。什么？顾总，你让他去啊？他就是一个水台，你这不明摆着让我们临江仙丢脸的吗？是啊，顾总，万万不可呀！刘3万可是世代艺术世家，雕工本身就他拿手的绝活。我意已决，你们不用再说了。林瑶瑶，你上。你确定要我上？确定。算你有眼光。不过说好了啊，赢了得让我当掌勺，月薪50万。赢了，月薪100万。成交。顾展，你就找了这么一个水台宰杀的人，我看你们临江仙啊，可以自动的认输了。他能和刘师傅这样的世代御厨比试一场，估计做梦都能笑醒吧。什么臭鱼烂虾，敢跟我来比嘞？真啰嗦，你比不比？你无知的小儿，等会儿就要哭。顾总啊，你为什么非得让他比呀？我的感觉一向不错，更何况比雕工，难道我们临江仙还有谁能赢过刘3万吗？那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好了，现在我宣布，第1轮比拼开始。
这刘三万的手法简直是宛若游龙啊！这就是玉厨的手法吗？简直是让人叹为观止啊！太厉害了，这个，看来这就是大师啊！没想到啊，刘三万的雕工又精进了呀，堪称鬼斧神工。如今大夏他成第二，无人敢称第一呀！刘三万在世界雕刻比赛蝉联冠军数十载，无人能敌，这下完犊子了！这就是乱砍嘛，这是一点不会。这次呀，他们输定了，等着吧。011，在做什么呀？让你去雕，没让你去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哎呀，这哪里是在雕刻嘛，这分明就是在杀猪嘛！顾总，现在换我就换得下来，还来得及。比赛过程可不许中途换人呐。哎，顾长安，这临江县以前可是你爷爷的雕，现在就是这种水平。我看你还是趁早的认输，免得沦为大夏厨界的笑柄。顾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顾总，我都说了不能让他上啊！临江县要完了呀，我们几十年的鲜血呀！011，这冬瓜都被你砍没了，等下要雕什么？难道你要雕空气吗？好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刘氏刀法，又稳又快。顾长安，这冬瓜都快没了，你拿什么雕啊？这还用比吗011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蓝先生，有品已成，如今大夏国泰民安，喜事连连，故我取其名为金凤报喜。好，very good，太敬畏了！这样的雕品简直可以媲美那些大家们的艺术品。刘师傅不愧是御厨世家，如此雕工堪称一骑绝尘呐！刘三万的实力太可怕了！这鬼斧神工的雕工，011拿什么跟他比呀？死丫头，还要继续挣扎吗？顾总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上？让这个011上去丢脸！临江县今日之后，就会成为整个全江南的笑柄。时间已到，现在宣布刘三万获胜。等等，我的成品还没看呢。011，你还不嫌丢人吗？啊，没有这金刚钻，就别死细活啊！是呀，当时还不如让我们沈副厨上去呢，最起码能整个东西拿得出手，说不定还能跟刘三万一较高下呢。011，临江县如今的困局，你要全权负责。看都没看就说我说，凭什么？你几乎把冬瓜都给切碎了，能雕出什么东西？雕了什么东西？你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？行，既然你不怕丢脸，我就满足你的愿望，能让我看到你的作品，这已经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。来，怎么会？这怎么可能雕刻的这么细啊？一丝一毫纹理分明啊！这才是真正的雕工啊！简直是让人叹为观止啊！这是011做的？怎么可能？冬瓜质地沙软，正常人怎么可能雕刻到这种程度？挑选日照时间长、采摘时间短的冬瓜，挑选皮与肉之间的部分，质地就是最上乘的雕刻原材。你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？还御厨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就是个小水台而已。雕刻细致温润，线条圆润流畅，比例均匀。这怎么和文道大师的手笔如出一辙？文道大师，文道大师，
如此精细的雕工，绝对出自名家手法。林瑶瑶，你到底是谁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从来没有人能雕出这样拇指大小还兼具细节的雕品，你一定作弊了！都散了吧。蓝先生，比赛我们全程都在，根本不存在作假的嫌疑。雕品已成，无论是从细节亦或是难度，都高下立判。这次比赛，我宣布，林瑶瑶小姐胜。刘师傅，你在干什么呀？这都输给他了都。可是我势在欲出啊！闭嘴！你个废物！我花这么多钱请你来，还不如一个师出无门的臭丫头！我势在欲出啊！呸！大姐，你给我滚下去！活该！老大，他这马是先敌，滚下去吧，废物！吴长安，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找到的这个人，现在才是第一轮，你要不要点脸？怎么刚开始比的时候可没说只比一轮啊？还是说我们要认输了？还是说我们要认输？你们厚颜无耻啊！你们！莱恩先生，您今天过来可是要品鉴美食的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回去吧？那就再比一轮，毕竟真正的菜品还未展示，仅凭雕工很难断定厨艺高低啊。比就比了，反正这个主厨我是当定了。瑶瑶，你疯了吗？你非让我们林家先解散才满意吗？顾总，千万不能比啊！顾山有备而来，千万不能比。如果林江仙不愿意参加比赛的话，那就算自动认输。长安，那你就乖乖的让着林江仙吧。比？谁说我们不比？林瑶瑶，你继续。什么？顾总，这小丫头雕工确实了得，但是真正的厨艺可不只是雕工啊！你可不能被这小丫头骗啊！现在第二轮比赛开始，请双方各自派人吧。顾总，这要是比做菜的话，还是让我们去吧。是啊，我们几个老厨师哪个不比他强啊？行了，林瑶瑶赢了第一轮，那么这第二轮也应该由她上。顾总，林瑶瑶的雕工神似文道大师，且我遇到她的时候也是在山上，莫非她就是文道大师的外孙女？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，乃是大夏第一届厨神文道大师的外孙女儿，她就是严雨涵小姐。文道大师外孙女，文道大师的外孙女，这不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人吗？文道大师，那可是咱们大夏的第一届厨神呐！何止是大夏呀，放眼整个世界，他的名号也是如雷贯耳啊！他的外孙女儿肯定是不同凡响。顾总，要不我去？先静观其变。不对呀，外公除了我还有别的外孙女，怎么都没听他说过，并且他还是第一届厨神。林瑶瑶，你连文道大师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好意思在厨界混呢？想当年，文道大师横空出世，做出菜品都是顶尖的国宴级别，一招百鸟朝凤，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！是，普通人若是学到他做菜2、3分的手艺，便可名扬四海，更何况是他亲手带大的外孙女啊！他们说的真的是那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臭老头？废话就别多说了，要比就来，不比直接认输。严雨涵小姐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。在场的谁要跟我比啊？我，就你。死丫头，我承认你雕工很强，但是做菜和雕工可是不一样的。要是你应对不了的话，随时可以换人上来。放心吧，我没问题的。谁会怕一个冒牌货呀？冒牌货？说啥呢？你是说
她不是文道大师的外孙女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放！你这个乳臭未干的臭丫头，也敢质疑严小姐的身份？再敢多说一句，哪怕莱恩先生在场，我也要撕烂你的嘴！这么能撕，你不去做首司机真是可惜了。你！好了，既然人都已经选定了，那就开始比赛吧。菜品不限，30分钟，倒计时开始。了得呀！快点领去，不愧是文道大师的传人呐！我傻呀！看啊！切！哎呀，我还以为什么呢？这是啊，不就是给鸡剃了个毛吗？我以为多厉害，我上我也行。无法，告诉你，我都不用刀，给我1花2勺我就行。哟！哇，是那么厉害！这什么刀法？这鸡你们哥还活着吗？我活了这么多年，头一次见这种刀法，此乃神人也啊！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东西。鸡的神经反应时间只有0.3秒，只要趁鸡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刀法够快，切不切到神经，鸡只是本能的在走。没错，这是文道大师的绝技，这样能很大程度保护鸡的活性。不对，我操，这竟然是百鸟朝凤！百鸟朝凤怎么可能？这道菜已经几10年没有现世了。想当年文道大师退隐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世人见到过这道菜了呀。是啊，这是一道仙灵之菜啊，喝口汤，美容养颜，吃口肉，延年益寿啊！我这小命此生还能见识到这千古绝菜？贤侄啊，还是好好的准备，把临江仙啊交给我啊！完了！咱们临江仙现在基本没有胜算，要是错过了出身争霸赛的名额，咱们前功尽弃了。林瑶，现在一切都靠你。李夭，这可是临江仙生死攸关的比赛，你还以为是在烧大锅饭呢？岂有此理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临江仙就要被你活活死了！你们现在哭爹喊娘也没有用，赌局已经定下，你们就等着把临江仙让给顾二爷吧。这林夭的备菜怎么跟严小姐的这么像呢？什么？夭，你在做什么？做菜啊！这分明做的就是百鸟朝凤。百鸟朝凤，林夭，你疯了吧？你这不是明晃晃在抄他的吗？真是越发的乱了呀！你这副德行，能和严小姐比赛已经是以卵击石，你还敢跟她做同一样的菜啊？简直是给临江仙蒙羞！顾总，我们临江仙胜败可在此一举啊！就是，居然让一个野丫头来比试，就凭我能做出最完美的百鸟朝凤。可笑，要是因为你输了，导致临江仙解散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哎呦，大神，你好啰嗦呀！你行你上呀！你这么做鸡汤有什么特别的？几岁小孩都能做。顾总，我们现在换人还来得及啊！后厨里这么多的5星级厨师，你为什么偏偏让一个丫头片子上比赛呀？不凭什么，就凭我信他。顾长安，你只要中途退赛，还能输得好看点。要是等到我们的菜拿出来比，那你可就真的没脸了。
已经做好了。莱恩先生，半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如果临江仙还没有做好，那应该算输了。林小姐，如果你的菜品还没有完成的话，就算自动认输了。看他那样，还不知道的还以为做的猪死了呢。好了，来吧。猪鼻子插大葱，你装什么大象啊？啊！那就各自盛上开盖吧。神迹，简直是神迹！这就是百鸟朝凤吧？但简直太壮观了！真不愧是文道大师的传人啊！如此厨艺，我都只能是望尘莫及，佩服佩服呀！刀工身后击倒，入口即化，色香味俱全。跨越千里来到大夏一趟，值了，简直太值了！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啊！一碗菜能够融入灵气，已经是最高超的手段了。它竟然还能化形，我就知道啊，我就知道啊，我们临江仙没有胜算了呀！顾总，这恐怕真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文道大师的外孙女。林瑶瑶，你真是害死我们了！顾传，你们的百鸟朝凤呢？啊？我说话，就他还做凤啊？做鸡还差不多。就是，哎，就他糊弄那几下，还不如路边摊贩做得好呢。来，先生，直接宣布我们获胜吧。慢着，眼见为实，到底怎么样？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就这，形象色不像，你硬抄只能抄到严小姐的一点皮毛而已，你个废物！丢人现眼！你以为照猫画虎，学着我的步骤就能做出百鸟朝凤？痴人说梦！怎么会这样？顾总，我早就说不要让这个野丫头上去，她就是个骗子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这么看来，咱们临江仙今日就要解散了，这可怎么办呢呀？我追随老爷至今几十载呀，现在他走了，我没有替他守住临江仙呐！你要对临江仙的一切负责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弃暗投明了吧？对，要你们现在给我跪下学狗叫，我就求顾老板让你们也过来。你急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啊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百鸟朝凤，这是百鸟朝凤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这么多鸟禽奔袭而来啊？我见过史记资料，凤见于城上，群鸟数百随之。没错，
这就是名副其实的百鸟朝凤。百鸟朝凤最难的不是菜谱，是制作时需要注入的灵气，内气萌生，方能外气成形，从而引得八方妖精迁徙呀！他怎么会引来这么异象？怎么就不可能？我都说了，只有我才能做出最完美的百鸟朝凤。你放屁！这明明就是我的百鸟朝凤引来的，你在这恬不知耻的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没错，一定是这样啊！你那碗汤平平无奇，连乞丐都懒得看一眼，怎么可能引来如此的天地异象？莱恩大人，我觉得事到如今，这高下也得有一个定夺了。见过脸皮厚的，没见过你们脸皮这么厚的。既然如此，尝尝吧。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不知死活？好啊，那我就来尝尝，亲自灭了你最后的希望。美味啊！为什么喝了一口这汤，我感觉我的灵魂都在为之震颤，仿佛找到了初恋的感觉。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！哎，臭丫头，你做的东西已经难吃的让莱恩先生说不出话了，你还是趁早给饭吧。莱恩先生，你就不要给这死丫头面子，直接说结果吧。这简直是太好吃了！太好吃了！这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！莱恩先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不会有错。若后此话，温补提神，四肢百骸都充裕了力量。传闻中的百鸟朝凤啊，喝口汤能益气养元，吃口肉能延年益寿，这原来是真的。为什么都是同样的食材，它却能做出这么罕见的味道？但是你的却没有。这还不简单？因为他就是一个冒牌货。冒牌货？这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有什么证据？顾老板，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我昨天还在跟我的外公文道大师通电话呢。你自己承担。怎么可能？这味道怎么可能是人力可以制作出来的？好了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林瑶小姐做的才是真正的百鸟朝凤，所以获胜者是林瑶。我势在必出啊！瑶小姐，你能教教我这道百鸟朝凤是怎么做的？有没有什么秘方？想学啊？想。不好意思，百鸟朝凤只传女不传男，你要是变成女的，我就教你。原本以为二爷带来了厨神传人，没想到啊，带来个冒牌货呀！顾二爷，你要找不着真的，你也不能拿一个假的糊弄莱恩先生啊！敢骗我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吗？二爷，我错了，二爷。二爷，我厨艺非凡，假以时日，我肯定能在厨神争霸赛上夺冠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给我挑断他的手筋！二爷，求你不要！
都给我滚回去，去领花了！二叔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二叔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怎么，我做什么事情还需要向你报备吗？二叔，你去哪儿我管不着，但是愿赌服输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吧？一个小小的品鉴会而已，我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。我要想参加厨神争霸赛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，是吗？顾长安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。你听说过楚阎王吗？楚墨，就是那位比赛只比生死赛的厨艺大神。我们厨神大赛见。顾总，临江仙果然名不虚传，告辞。林妖妖人呢？顾总，已经到了9点了，到下班时间了。他可真是一点亏都不吃啊！眼下工作也安排好了，月薪100万，工资个好几年，我就能赚好多好多钱。到时候我也要买漂亮衣服，然后再给我喜欢的小哥打赏嘉年华。喂，你下山了，正好我出了点事儿，你赶紧回来一趟。什么事呀？你又欠债被打了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是我女儿，你赶紧要钱没有，要命也没有，我才不回去。是你要找房子吗？对对对，大哥，我要租房，越便宜的越好。还以为是什么大单呢，哪里来的乡下野丫头？跟我走吧。哎，蒋总啊，说谁乡下野丫头呢？我可是月薪100万的大厨。请楚墨大师助我们上香阁一臂之力。只要楚墨大师愿意出手，我们上香阁听从您的调遣。当年我师兄文道叱咤出界，我和他比过一场生死局，他自废双臂，承诺永久退出出界。此事我略有耳闻，但这以后就再没有人见过文道大师。可现在他独创的百鸟朝凤又重新再现，我可以帮你们，但在此之前，你们得帮我做一件事。是。近日，在身后的餐厅出现了一场旷世奇异景象，数百万的鸟兽围绕着餐厅上空盘旋，久久不散。据了解，这是因为餐厅内一碗名叫百鸟朝凤的菜。顾总，你说顾二爷能请到楚墨吗？他可是自文道大师之后蝉联数届的厨神争霸赛的大夏厨神。阎王也好，厨神也罢，这次厨神争霸赛，我们临江仙绝对不能再沉寂下去了。文道大师的孙女还没有找到。顾总，我们已经把文道大师的山附近10公里以及周围所有城市都找遍了，但都没有找到他的外孙女。还没有找到，他到底在哪儿？顾总，我们已经加派人手去找了，但再过几天就是厨神争霸赛了，万一我们一直找不到，那就只能抓个现成的了。全都是泡沫。奇怪。陈瑶瑶，你又谋害你亲爹呀？老登？什么老登？我是你亲爹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你是我闺女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你现在长能耐了啊！有钱在外面租房子，不给你亲爹？没钱，有钱也不给。我不是来跟你借钱的，我呀
给你说了个好亲事儿。亲事啊？哎，他呀四肢健全，长得周正，最重要的是有钱，就是比你大了几岁。大多少？4岁，只大了40岁。让我嫁给一个60岁的老头？哎，我在外边赌博欠了债，只有人家老孙家愿意帮衬啊。人家说了，只要你愿意嫁给人家，什么都好说。还什么都好说？林之远，你能不能要点脸呀？我生你养你，我现在在外面欠了债，你就得负责。生我的是我妈，养我的是我外公，关你什么事呀？你怎么不自己嫁过去？你们两老头呀，和和美美共度余生吧。我是你老子，我说的话你就得听，我让你嫁你就得嫁。林之远，我看你是欠抽了。你干什么你？别再跟过来，不然……哎呀！好，亲闺女，你说不嫁就不嫁啊！我从小就怕你，行了吧？你这个你这个白眼狼啊！我当时把你生下来就应该把你扔到河里。你哪冒出来的？我可以帮你。真的？关于011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。可以，你有什么只管问，我什么都知道。顾总，林小姐就住这儿。他倒是还挺勤俭节约的。你谁啊？刚才一直跟踪我的人是你吧？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不说的话，我可要动粗了。我的玄铁勺可是很重的，你可要忍着了。再跟我开枪！你不讲武德！没想到你有些身手，幸亏我这么个家伙，要不然拿你真没办法。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想杀你的人让我给你带句话：文道背叛了誓言，下场就是死，去死吧！小心！不查！不查！不查！顾总，顾总，不查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呀！我没事。哎，顾总，顾查，顾查，顾查，你醒了呀？可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中枪了呢。结果你福大命大，子弹只打中了你的拐杖。不过医生说你的身体还很虚弱，你怎么这么笨呀？这么多钱，都照顾不好自己的吗？多谢你的关心，我没事儿。你确定你的脸可是红的跟猴子屁股一样？哦，你的新拐杖。不过你这腿是怎么回事呀？怎么年纪轻轻就拄着拐杖了？从小就这样。那你没找人治过？悬赏1个亿，找了无数名医，依旧束手无策。多少？1个亿？什么？长安带女孩子回家了？是啊，那个小姑娘啊，在顾总那房间照顾了1天1夜了。我说给她介绍这么多相亲对象，她不干，感情有自己相中的了。这真是啊，万年的铁树开花了。这长安呀，
什么都好，就是得了治不好的腿疾，这身体呀越来越弱了，还不知道撑到什么时候呢。夫人呐，吉人自有天相，顾总啊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只是可怜人家小姑娘，还愿意来到我们家。哎，咱们去瞧瞧。好啊，那走。1个亿，1个亿，1年365天，一天就是27万。10万的仙顶白萝卜可以买1000万个，50万的顶级白瓷可以买200万个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其实呢，本小姐也是一点是不知数的，要不让我试试？你认真的？我当然是认真的呀！你快把裤子脱了让我看看。这儿脱裤子？脱裤子？你想干嘛？哎呀，你怎么婆婆妈妈的？我就看一下，保证不动，行了吧？原来长安啊喜欢主动的女孩子，难怪之前给她介绍这么多，她都看不上。你是厨师，不是医生。林瑶瑶，我告诉你啊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哎呀，我都不介意，你介意什么？你就脱了吧。你脱不脱？不行，不脱是吧？那我帮你脱。林瑶瑶，你不脱，那我帮你脱。走了，这一下呀，我抱重孙子呀有望了。林瑶瑶，你最好能治。放心吧，你坐好。难怪医生都治不好，你这就不是病。你看一眼就能看出来？当然，这个法子不是我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。你呀，这是毒。好。生灵皆以气为生，五谷为菜，五气为充。你身体里的气都聚在这右腿，难怪腿部肿大，身体虚弱。气？简单来说呢，你这不是药物导致的，是吃东西吃出来的。一定是有人对你的饭菜做了手脚，并且还不是短时间内的，最多2个月，你的身体就撑不住了。我知道，但是嘛，这个我能解。你能解？快，吃了吃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么臭的？顾长安的午饭。快吃吧。这能吃？当然能吃呀！我花了1个上午做的配方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有什么事比你的命还重要呀？要不是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，我才不愿意做这个呢。你确定不是因为钱？各占一半嘛，真烦人。怎么对你好都不知道接着呀？顾总，你的腿，顾总，你这肯定是食物中毒了！完了！于瑶瑶，你做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别急嘛。我别急，你肯定不急啊！顾总要是有个3长2短，临江县几百号员工都得玩完。不行，我得给医院打电话。别，我的腿不痛了。我就说了吧，本小姐出马必定有用。你别着急，神仙来了也得慢慢治。以后你就天天吃我做的菜吧。天天。好舒服呀！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这么好的别墅呀？喂，林瑶瑶，你出息了啊！
偷偷下山离家出走，这就算了，你还居然弄出这么大的新闻！哎呀，老头，你怎么就这么矫情呢？我现在在赚大钱呢，等以后呀，我就可以给你买好吃好喝的名贵食材了。你要气死我呀！啊！你忘了我手上的伤是怎么得来的呀？没忘呀，就是和你师弟比赛输了嘛。那是生死战，当年我输了，因此我们家祖孙3代都不得出山。你要是被人家发现，哎呀，我这不是还没被发现吗？放心吧。总之，你不能再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不然别逼我下山把你抓回去。吃火药了吧？脾气这么大。我有事情跟你说。眼下还有3天，就是除尘争霸赛了。我想请你代替临江仙参加除尘争霸赛。我？临江仙通过了莱恩的品鉴会，只要能在除尘争霸赛上取得名次，就可以扭转当前的颓势。除尘赛赛制残酷，你可以思考一段时间，再给我回复。那奖金能归我吗？什么？比赛奖金呀，1等奖可有500万呢。可以，我们临江仙再出500万。1000万，成交。这点事情都办不成，要你还有什么用啊？蠢货！主要是顾长安正好带了一群保镖过来，我是双拳难敌4手啊。顾长安，他找林瑶瑶干什么？说是请他参加除尘争霸赛。很好，那就让他也走他师傅的老路吧。顾总，我打听过了，能够参加厨神争霸赛的厨师，个个都是卧虎藏龙，但凡没有屡战不败的成绩，去了以后都是危机重重。不知道林小姐是否……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有我们顾家在，她都是安全的。啊，对了，顾二爷似乎也要参赛。长安，你跟你二叔的事儿呢，奶奶我不掺和，但是呢，你们毕竟血脉亲缘，千万别……奶奶，我明白，你放心吧。临江仙呀，我管不着，可是你的身体……奶奶，医生早就说过了，我的腿治不好了。来，快喝了吧。长安呐，瑶瑶给你做了爱心餐，你可别对不住她啊。奶奶，这不是爱心餐，这是治疗腿疾的食补菜。好，好，好，食补菜啊。这个菜我还要吃多久？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。顾总，最后一天了，你快吃了吧，快吃了就结束了，快吃了吧。我的腿好了。什么？大功告成！我的腿好了。什么？大功告成！这怎么可能？快，让奶奶好好看看。哎呀，居然好了，好了！你的身体怎么样呀？我的身体也轻盈了很多。我早就说了，我会让你在厨神比赛之前治好的。
谢谢你，瑶瑶。啊，明天就是厨神争霸赛了，瑶瑶，你好好准备准备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拿第一的。原来不单1等奖有奖金，2、3等奖都有哎！行了，你怎么这么财迷呢？你们这些富家孩子，当然不知道我们穷孩子的苦。好吧，顾总，你的腿好啦？林瑶瑶，你竟然敢来参加厨神争霸赛，这可是全国级比赛啊！有什么不敢的？顾总，林瑶瑶她之前虽然做出过1碗百鸟朝凤，但是来这儿参加比赛的可都是大夏顶尖级高手。林瑶瑶要是输了，我们临江仙……那你去啊？既然你担心林瑶瑶输了，那你赌上职业生涯去参加比赛。我就是担心。你的腿居然好了！你的腿居然好了！怎么，二叔你似乎很惊讶呀？我的腿居然还能好？怎么会呢？怎么说，你也算是我的后辈，哪有叔叔希望侄子死呢？你说对吧？你没通过莱恩的品鉴会，居然还能来参加厨神争霸赛，这段时间你忙坏了吧？小小的一个品鉴会是挡不住我的路的。顾长安，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。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不会得不到的。顾长安，这可是厨神大赛，居然带这个小丫头来，你们临江仙就这么缺人吗？你们都见过林瑶瑶小姐的实力，你们几个有谁能赢过她的？哟，实力啊！这厨神争霸赛群英荟萃，来到这儿的可都是厨师榜的高手。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实力。他不过就是懂几分做菜的皮毛，你们不会以为他真的能在厨神争霸赛赢吧？这些事就不劳你们费心了。厨神大赛的规则是相当的残酷，若是遇到寻常的对手那还好说，如果遇到了厉害的小丫头，恐怕你那做饭的手都保不住。另外，顾长安，你要是比赛输了，怎么对得起你的爷爷？上次输给你，那是因为准备不周，这一次可就不一定了。这就是蝉联数届厨神争霸赛冠军的楚墨，楚阎王。楚墨先是蝉联数10届厨神的楚阎王。看来今年厨神争霸赛的冠军没什么悬念了。往年那么多比赛，楚墨无一败绩，哪怕是跟当年的文道比也是。顾二爷居然真的把楚墨请来了，他就是楚墨，外公当年输给的师弟。这楚阎王厨神争霸赛只比生死赛，跟他交手过的厨师都隐退归零，这辈子不再碰厨艺，就连文道大师也……以文道大师的实力，不可能会输。当年的生死赛必定有蹊跷。顾长安，今年楚墨大师可是代表着我们上香阁参赛，你们要跑可得趁早啊！大事不妙了呀！楚墨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这次要是输了，不仅临江仙要完蛋，就连林夭夭也会被斩断手筋呐！这楚墨霸榜这么多年，让其他选手惨无人道，而且让咱大夏美食这几年声名狼藉，咱这厨师协会怎么还不封杀他？蠢话！当今世界讲的是实力，就算是会长在我面前也不敢说一个不字，何谈封杀？你就是那个做出百鸟朝凤的厨师，是我又如何？倒是有几分文道当年的风范，只可惜你注定只是一条败犬。我们走。
出神赛除魔到最后一轮，都会加注成生死赛。如果你能到最后一轮，可以自动弃赛。弃赛干什么？我要打败他，为老头出气。楚墨为人，我觉残忍，行事阴险狡诈。这么多年，和他对手过的人都已经在楚界销声匿迹了。你不要意气用事，你的安全最重要。你这么关心我干什么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不会意气用事的，你放心吧。各位参赛选手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，请各位选手上台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小心，一定得记住。哎呀，知道了。你去找点人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保证11的安全。是。欢迎各位来到厨神争霸赛现场，现在由我宣布2024届厨神争霸赛比赛开始，请各位选手上台，我们准备比赛。小丫头，现在弃权你还来得及。谁怕谁是乌龟王八蛋？好，有骨气，我就欣赏你这有骨气的年轻人。无聊。欢迎各位参赛，本轮赛制50人进12人，晋升名额只有12位，机会不容错过，还请各位大厨把握机会。众所周知，除了厨艺之外呢，作为一个优秀的厨师，还要对调味增量进行精准的把控。那么我们第一轮便是考验各位大厨的把控能力。请各位选手在面前的调味料中精确地调制出2.215克的调味量。不愧是厨神争霸赛啊！上来第一场比赛就如此高难度，竟然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，这恐怕要刷掉一半的选手啊！这难度也太高了吧！哪怕是这种干了几十年的，也没有办法准确到0点几克的程度啊！是啊，这林11恐怕是不，我相信他。下面我宣布计时3分钟，比赛开始。好快！楚墨大神真是太有自信了吧！你不信谁也不能不信楚墨大师啊！他的手出神入化，不然你以为厨神的名号那么好得呢？楚墨大师这样子，看来是胜券在握呀！我早就说了，今年的厨神啊，非楚墨大师莫属。我好了。时间到，请工作人员核验。李大厨3.058克，超重。张大厨3.19克，淘汰。别呀，再给一次机会啊！楚墨先生2.215克。楚墨先生是全场的第1个满分。楚墨大师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这是现在全场目前出现唯一一个完全精准的呀！楚墨大师果然非同凡响，刚刚这么迅速的动作，居然精确到了克数之上，真是太精彩了！太强了，这就是厨神的实力吗？要让我等去参赛，选1年也选不出个结果来。不谈，看到了，这就是硬实力。目前为止，只有楚墨大师是满分，看来这次冠军又是楚墨大师。不对，01小姐，同样也是2.215克。01小姐，同样也是2.215克。怎么可能？她竟然跟楚墨大师做到一样的克数精准！这个姑娘看起来年纪这么小，居然也有这样的功力，真牛啊！啊，我早都说了，011，你可以的。放屁！你之前不一直说他不行吗？
男人总是善变的嘛。哎，说的好像你之前跟我不一样似的。瑶瑶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比一下重量而已，有什么可得的？他就是运气比较好一点，凑巧而已。小丫头，倒是小瞧你了，看来你在文道那里倒是学了点皮毛。文道，林瑶瑶果然是文道大师的外孙女。主持人，我要举报。李夭夭选手，你要举报什么？我举报我对面这个老头有口臭。这小姑娘也太逗了吧！现在这么得罪楚阎王，后果往往都很惨。就是愚蠢，逞一时之快，难有大用。小丫头，莫要逞一时口舌之快，否则下场堪忧。看来林夭夭选手很是幽默哈。那么我宣布比赛结束，晋级名单呢已经出来了，请未晋级的选手自动离场。我们开始准备第2轮的比赛。恭喜12位晋级的大师。那么接下来比赛继续，第2轮比试要比试的是你们的刀工，同样也是一名厨师的基本功。3分钟内将箩筐内的所有萝卜切完，并达到3毫米的厚度，则可晋级；名额满则无法晋级。这难度逐级增加呀！前面几场都这么高难度，这恐怕楚墨大师要直接夺冠了。瑶瑶，加油！瑶瑶，瑶瑶，真的可以吗？瑶瑶，再坚持1轮，只要再坚持1轮就好了。那么现在我宣布计时开始。天哪，这就是这群顶级厨神的实力吗？太快了，简直叹为观止！快看楚墨大师，是我眼花了吗？我竟然看不清楚他的动作，这连摄影机都拍不清楚。楚墨大师不愧是顶级厨师，在这一众顶级厨师里都是拔尖的。楚墨大师旁边的丫头和他的手速竟然能够媲美，这全场也就只有他能够赶得上楚墨大师的速度了。太可怕了！他看起来也不过20出头啊，假以时日，这还了得！好，顾总，瑶瑶速度这么快，咱们临江仙有希望了。楚墨先生已完成。这才1分钟，楚厨师的速度简直无人能及了。那么多的萝卜，普通师傅恐怕3分钟都不一定能够全部切碎，他居然1分钟就搞定了。林夭夭小姐也已经完成，请工作人员准备查验2位是否达标。可惜了，果然还是年轻了，和楚大师相比，还是逊色了不少。不过倒也晋级了。晋级还不好说，还要检查，万一他为了速度、质量不过关呢？楚墨先生的切片厚度为2毫米，合格。楚墨大师太厉害了，这比标准还要薄1毫米啊！这就叫做底蕴呐！若是我能拜师楚阎王，整个江南的5星级餐厅都得拜我为祖宗。不出所料，楚墨大师还是一如既往的艳压群雄，只是不知道方才得到同样第1名的林夭夭选手这一轮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这是怎么了？嘿，肯定是切片没合格，跟我预料的差不多。没错，我早就说了，光追求速度有什么用？质量不合格一样被淘汰，还不如慢慢切呢。哼，还是年轻，沉不住气。这不可能啊！难道真的不合格吗？顾长安，乖乖的离开这里吧，免得到时候当着全国的面丢了临江仙的脸。二叔，结局未出就下定论，你丢的脸难道还不够多吗？哼！
1毫米，居然真的是1毫米！011小姐的成绩居然是1毫米！1毫米，居然真的是1毫米！011小姐的成绩居然是1毫米！1毫米，这是厨神大赛举办这么久以来，从未有人做到的过神迹呀！简直比头发丝还细，难怪比楚墨大师慢了整整30秒。这丫头每次都给我们惊喜，11，加油！呸，墙头草。不错，你终于激起了一点点我的兴趣。还说大话呢，老头，我要是气成你那样的，都用不到1分钟。你是吗？第2轮比赛结束，本轮一共晋级5位选手，恭喜5位选手！晋级的最后呢，也是最紧张、最刺激的决赛环节。接下来进入最终决赛，烹饪，由各位选手自行选择菜品进行烹饪，同时与往届的人为评分不同，本次使用的是评测机器，是最先进的菜品评分机，通过色、香、味给出评分，最终得到比赛结果。机器？这还能用机器评分的吗？没错，每位评鉴师都有自己的喜好，人为评分注定会有误差，但机器总能给出最客观的评分。评分的形式将以价格的显示，请各位选手就位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那确实的会更加公平公正的。这样一来啊，也就杜绝了黑幕的可能性了。诸位选手，如果没有异议的话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比赛了。楚大师有什么要求吗？我要下注，最后一轮比生死战。果然，楚墨大师只会比生死赛。那谁还敢比呀？这楚墨肯定又是本届厨神啊！你们可以退赛，也可以继续比，但要是输了，就要自断手筋，从此退隐归林。而你们所代表的餐厅也要就此关门。太可恶了！每年都用这种方式逼退所有选手，哪怕有人应战，只要输了，这辈子就毁了。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如今的大夏厨界人才断层，都是因为这个楚墨，搞得呀乌烟瘴气的。我退出。我也退出。我再给你们几秒钟的思考机会，若是再做不出决定，我就替你做主。楚墨，你这和威逼利诱有什么区别？他们不是不想比，是被你的生死赌约恐吓了。我违规了吗？既然这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比赛，你就乖乖的闭嘴。3、2。我退出。林瑶瑶，你还要继续比吗？算了，瑶瑶，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主持人，我们临江仙退赛。那真是太可惜了，很可惜。如果所有选手都选择退赛的话，那我们2024届的厨神冠军就是……等等，谁说我要退赛了？我要跟他比。林瑶瑶，他是不是疯了？瑶瑶，太冲动了，保住小命要紧呐！这次要是真的输了，一辈子可就再也掂不了掌勺了。是啊，这要是输了，影响咱们临江仙呀，搞不好要关门啊！顾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瑶瑶，不查你就相信我吧，我说的话一定会算数的。明天就是厨神争霸赛了，瑶瑶，你好好准备准备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拿第一的。主持人，我们临江仙改变主意，参赛。顾展，真没想到你是真敢接呀！真是愚不可及呀！
天哪，林江贤竟然接了！好赌啊！顾长安这是拼了！这小丫头究竟是谁啊？竟然知道顾长安拼了全部身家！就是这样有血性的比赛才有意思。临江仙确定参赛？确定。我们参赛。顾总，不能啊！闭嘴！瑶瑶她不会让我失望。谢谢你。瑶瑶，你若愿意赌，那我顾长安陪你一遭，又如何？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林瑶瑶，文道背起气让出来了。今日我不介意再毁了下一个文道。乱七八糟，比不比？好，临江仙确定参赛。那么今日我们究竟能看到星星升起，还是楚阎王再夺一冠呢？文道大师，瑶瑶小姐还是答应了生死战。要是输了的话，顾氏旗下所有的餐厅都得关门啊！想当年，我和楚墨的生死战，我的厨艺本身就高于楚墨一筹。若不是楚墨最后时刻用暗劲伤我，我本不该落败。楚墨如此阴暗，那他如果用同样的方法伤害夭夭怎么办？哎呀，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。反正啊，我提醒过臭丫头，她不听啊。林瑶瑶，你还有最后，确定不退赛吗？烦不烦啊你？哼，敬酒不吃罚酒。各位来宾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厨神争霸赛的总决赛。现在由林瑶瑶对阵楚墨的最终烹饪比赛，限时30分钟，比赛开始。快，实在是太快了！这简直就是神仙打架呀！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这小丫头看着年纪轻轻的，没想到做饭的手法这么老成。我劝啊，还是别抱太大希望。能赢得过楚墨的人啊，已经10几年都没有出现了。悠悠，请其他人员不要干预选手比赛，否则取消比赛资格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现场出现了一些状况，我们比赛暂停。楚墨，你卑鄙！怎么，这几千万人的眼睛都看着，分明是你自己操作失误，导致伙食失控受伤，还想甩锅给我？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烫伤很严重，你不能再比赛了。没事，我可以继续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好好的煤气灶怎么失控了呢？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楚墨。楚墨这个人阴险狡诈，当年跟文道大师的生死战都是他搞的鬼。该死的，肯定是楚墨在背地里使阴招。瑶瑶，你没事吧？他可不敢出事啊！他可是咱们最后的希望啊！伤势很严重，只能做简单的包扎。你确定还要继续比赛吗？我确定。瑶瑶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经历了简单的处理后，我们林瑶瑶小姐依旧选择参赛。那么现在比赛继续。别死撑着了，这么严重的烫伤，要是再不及时处理的话，你这辈子就会和你师傅一样，成为废人。还真是和你师傅一样的倔脾气啊！只可惜啊，你这辈子注定要走和你师傅一样的路。
完了，这伤口影响的太厉害了。按照林11这速度吵下去，时间恐怕都来不及呀。看来这场比赛又是楚墨赢得冠军，还想着今年的决赛能看一点新鲜的东西。加油啊，11，顶住啊，11！不行，这么下去时间恐怕来不及了，必须得加快些。我好了。楚墨大师的菜品已经好了，果然不愧是蝉联厨神争霸赛最多次的阎王。怎么会这样？林11，你以为你冒着受了伤的手就能和我比吗？我可是做了2手准备。这厨师公会里面，从上到下，乃至会长都是我的人。我想让你趴着，你就得趴着。不对劲，你去查查。是。这林11选手的灶火貌似出了点问题，麻烦我们的技术人员去检查一下。我来了。哇，卑鄙！完了完了，这没火怎么炒啊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太黑暗了，这可是厨师争霸赛呀，怎么能这么做？这肯定是黑幕。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就剩5分钟了。林11，你现在知道和我斗的下场了。你师父当年横空出世，被誉为厨界第1天才，尚且比不过我，你更不可能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赶快回到山里给你的师傅送终吧。主持人，我申请重赛。重赛？你以为厨师争霸赛是儿戏吗？你说重来就重来。林11有如此的下场，全是因为他无知的操作导致赵总失控。倘若每个选手都这样的话，那这比赛还要不要办啊？确实如此，按照赛制确实没有重赛这一说。如果林11选手的菜品无法完成，那么获胜者就是我们的楚墨大师了。坏了，这样顶级的食材温度一旦下降过快，就会导致食材的构造破坏，这样就算做好了也会大打折扣的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我早就说了，林11不行，谁让顾总一直不信呢？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林11，你没时间了，现在就算是灶火换好了，3分钟，你连热锅的时间都不够，你注定输了。我修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替林11选手修好了灶火，但是很遗憾，林11小姐好像不愿意再继续了。林11，你是不是又摸鱼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火老这么小啊？这哪是我的问题啊？这柴昨天沾了水，根本就烧不旺嘛。哎，那晚饭要这么做，那不得等到明年了？还是我自己来吧啊！难道说，看吧，他都已经准备要放弃了，都愣着不动了。谁让顾总当初一直相信他？哎呀，败局已定。林11，你还真是不死心了。行，我倒要看看这最后2分钟的时间，你能整出个什么花样来。以灵为柴，以气为火，接。什么？他手中怎么能喷火？这是什么手法？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古法流派的以气化火之术，他竟然也会！苍天啊，奇迹再现，林11竟然徒手收获，但是时间只剩下2分钟了。没想到11还有这样的功夫啊，简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呐！这真是小刀拉了屁股了。打今儿起，我就是11铁粉，11加油！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会这种说？就连文道当年也不曾会。不过就算你会又如何？林11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还有10秒的倒计时，尽管林11选手给我们带来了惊喜，但是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，那么获胜者便是我们的楚墨大师。11，再加把劲儿！顾长安，别痴人说梦，林11是必败无疑。林11加油！
谁他妈的在给011加油啊？妈的，老子最讨厌你们这些人！这些年出谋害了多少出界新星！011加油！没错，我们都支持011，011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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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混账！混账！哎，谁扔的瓶子都给带出来！你们，哎我操！哇，干什么你们？请大家冷静下来。 011，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支持你，这样也好，我就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败在我脚下的。杀鸡儆猴。还有最后的3秒，让我们一起来倒数：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看来011选手还是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。那么我宣布，本届厨神争霸赛的冠军就是……等等，我也好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比赛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。011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做好了又能怎么样？短短的几分钟，火急火燎的做出来，能是什么好东西啊？011，我倒是小瞧你，没想到你竟然舍得以心血为代价加高烹饪温度。但是作为代价，你今后恐怕很难恢复，尤其是你的手。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你的食材里面只有米和鸡蛋，这些边角料的食材，就算是做好，又会是什么？妄想赢我，痴人说梦，是吗？那也就好好看着吧。既然2位的菜品都已经完成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的测试环节。现在就看结果了，谁的价高，谁就是厨神争霸赛的冠军。这个机器真的管用吗？以前就是各地评选出来的大师坐镇评分，但难免有主观臆断。这次有了这个机器，肯定能更加公平。就是，这可是最先进的测评器，错不了。顾长安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们的临江仙就要关门了。说说吧，你有什么感想？顾山，你别太自信了，胜负未定。胜负未定，我告诉你。哪怕就是当年第1届厨神文道到场，他也不可能击败楚墨。你知道为什么楚墨能够蝉联这么多届的厨神吗？那是因为整个厨神公会都是楚墨的。你就等着吧，顾长安。搞定了吗？搞定了，我已经补充了代码。011的价值分，无论是多少分，只要在代码的可计算范围内，都只会显示这个数。现在，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厨墨大师的菜品端入测评机。1个亿！厨墨大师的菜品竟然价值1个亿啊！一个菜价值1个亿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！从来没有听说过价值个1个亿的菜品啊，这简直就是天花板了！难了，看来今年的冠军又是厨墨大师了。我勒个去！1个亿，这史无前例啊！哪怕是以前的宫廷医院，你根本达不到1个亿的高价呀！这顾长安怎么样？还不认输？你说你要是早一点来求我，这临江仙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关门的地步呀！啊！二爷，之前是我愚不可及，现在我想弃暗投明，你能收留我吗？沈倩，你干嘛呢？沈倩儿，你要疯啊！我没疯，都怪你们，还有你顾长安，盲目信任那个贱人011，不相信我。现在好了，011必输，临江仙必倒，难道还要我跟着你们去喝西北风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就欣赏你这种聪明的人。放心，今后啊，跟了我保证你衣食无忧，我保你做下一任的厨神。谢二爷。顾总，这我们可怎么办啊？悠悠，厨墨大师的菜品价值高达1亿元。接下来有请011选手测评。
主持人，这还有什么可比的？在我看来，根本没什么悬念，何必多此一举？苍天啊！1元！011选手的菜品居然只有1元！1元！1元！1元连街边的煎饼果子都买不了。顾长安，签了合约吧。我早就说过，临江县在你的手里只会没落，那是我爹的心血。换个老板可以避免破产。另外，临江县的老员工现在来到我的麾下。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哼，邓武，我们是不会向你低头的。没错，我们就算出去捡垃圾，我们也不会跟你干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可就别怪我不给你们机会了。顾长安，我再给你10秒的时间考虑，不签，那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临江仙消失。011，我说了，你还不配跟我斗。你以为在整个大夏厨界拼的真的是厨艺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止，更多的拼的是资源，拼的是人脉。蠢货！你呀，还是赶紧滚到山里，给你那个废物师傅送红去吧。楚墨，你该不会真以为你已经赢了吧？不然呢？就你做的这个饱饭，1块钱，我都已经抬举你了。是吗？那你再认真看看。不对，数字还在转动，比赛还没有结束。这不可能啊！什么？不是1元，是9999亿啊！不，还不止，是机器只能测算到9位数，这分明是无价呀！这才是什么味道啊？无价！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安排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是这样？二爷，您没事吧，董事长？我没看错吧？竟然是9999亿！真的，真的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你做的这个菜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？裁判，我举报011作弊！怎么，楚墨，敢认输？刚才不是你教我的吗？出来混要靠资源，就算作弊也轮不到我头上吧？请大家慎言，我们厨神争霸赛历来都是力争公平，绝对不会做违反比赛的作弊行为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我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味道。哇！这不是厨师协会的会长徐老先生吗？徐老前辈怎么也来了？楚墨，我以厨师协会会长的名义正式宣布，将你开除出厨师协会。徐大山，你敢背叛我？楚墨，我忍受了你10年，大夏厨界要不是因为你，总会变得如此乌烟瘴气。各位，我许大山在这里协众厨师协会会员共同举证，楚墨在厨神争霸赛中串通厨师协会及工作人员作弊。楚墨作弊？我没听错吧？原来他之前蝉联出尘都是作弊出来的。嘿，大夏耻辱！哎，楚墨和顾山相互勾结，在大夏厨神争霸赛中作弊，一起带走，交给公安处理。徐大山，你非要做这么绝吗？站住！二叔，你要去哪儿？顾长安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你亲叔。是啊，一个想置我于死地的亲叔叔。要不是我遇见了瑶瑶，
我还不知道，我的腿疾都是拜你所赐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阿叔，好好待在牢里面反省吧。带走。顾长安，我他妈的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全都带走。薛大山，不是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多少钱我都有啊！你就是想当畜生，我也可以陪你啊！薛大山，你毒害大夏除界已久，不除掉你这类毒瘤，大夏除界永无清明。带走。等等，等等，楚墨，你输了，生死赛的后果也一样要承担。我可是厨神，你们敢这么对我？你这么多年用生死赛残害了这么多同行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你废了，臭老头！现在风水轮流转，也该到你了。不，从小到大，文道处处都压我一头。从师傅死后，我就知道，只有他废了，我才能够当上厨神。我有错吗？我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。我的手！带走。顾总，你被开除了。顾总，我刚刚是被他们迷惑的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受害者。沈倩为人目光短浅，从现在开始，顾氏集团旗下的所有公司对这样德行有亏的人，永不录用。是。这不该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把他带走。是。顾总，顾总，顾总，顾总。瑶瑶，祝贺你夺得厨神争霸赛的冠军。你认识我？都是你外公啊，不放心你，特地让我来，也幸亏他提醒，我们才抓住了楚墨作弊的证据。可以啊，臭老头，算我没白给他做这么多年的饭。我宣布，2024届厨神争霸赛圆满结束，让我们恭喜临江仙成为本届厨神的最佳餐厅，也让我们恭喜林夭夭小姐成为新的厨神。林夭夭是厨神。厨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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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厨神！我就说嘛，这姑娘深藏不露。得了吧啊！你之前也是和我一样，我们两个都是老花眼。来，大家都看这里，3、2、1，拿去。谢谢。真不错，我在山上从来没吃过这东西。你现在是大夏厨神了，满世界都在找你，只为吃一口你的菜。那我肯定可以大赚一笔，到时候要给我喜欢哥哥打赏。喜欢的哥哥？谁啊？你干嘛？连这都要管，奇奇怪怪。林夭夭，叫我干嘛？我在你心里就只是朋友吗？当然不是呀。真的？真的呀。我们不是好哥们吗？哥们儿啊，不然呢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等我赚了钱，保证不会亏待你的，我发誓。你，哎呀，走了走了，怎么回事？婆婆妈妈的。